佛陀重返故里，见到了昔日的亲人和朋友，可却唯独不见妻子耶输陀罗。如今的他已成佛陀，要如何面对妻子的一片痴情呢？悉达多不知道的是，此时的耶稣正眼含泪水地站在楼台之上，看着丈夫拥抱着儿子。她还没准备好要见丈夫。悉达多来到寝宫，察觉到了站在门后的耶输陀罗，他唤着妻子的名字，可这让耶输陀罗有些诧异。他眼含泪水地说：“你可以叫我木尔。”耶稣这名字多生分呐！他从前都是那般充满爱意地唤他小名，而今这一声耶稣反倒令他心生不安。悉达多坐在床榻上，而耶输陀罗则蹲坐一旁，痴痴地望着自己的丈夫。她心中的爱意和怜惜几乎快要溢出来了，心疼地询问起丈夫那些苦修的过往之事。悉达多明白他的意思，他有意让耶输陀罗从情爱的痛苦中解脱出来。于是便如此说道：女子身处众多束缚中也能得到解脱，但女子和男子的心思却是完全不同的。水不经过阳光的蒸腾而上，便没有雨水的形成。我必须斩断与尘世的联系，以诸般苦难试炼身体，抑制内心的杂音，在独处之中将内心降服，为自己解答关乎生死的疑问。内心既已解脱，我得成正觉，这无上真理非我独得，更属于芸芸众生。耶输陀罗终于清醒了，他知道悉达多不会留在自己和儿子的身边了。面对着几乎绝望的耶输陀罗，悉达多说道：如果我只顾虑你二人的悲伤，那世间受苦的众生又该怎么办呢？这整个世间就是我们的家，我们因燃灯佛赐福得以生死相连，而这一世因为有了你的坚忍和耐心，我才能成正觉。我实在是亏欠于你呀！悉达多来到大殿享用午膳，他和弟子坐于桌前。波提王后为二人布菜，可二人对食物浅尝辄止，并不过多的满足饱腹之欲。得知悉达多每日只吃一餐，祥光故意出言嘲讽：做气绝者可真是不容易啊！悉达多如今竟然连食物都不敢多吃了。用饭过后，悉达多起身表示，他需要感激生命中最重要的3位女性，第一位便是波提王后。悉达多说：她为我付出及牺牲了太多，您无私的爱犹如明灯为我指引方向，您的祝福也时刻帮助陪伴着我，言语实难表达我的感激。悉达多转头又看向耶输陀罗，他轻声说道：木尔，你舍弃了自己的爱意乐趣，支持我的气绝之情，这么多年来照顾着我的生母和儿子，这些本该属于我的责任都由你来承担，好令我坦然离去，对此我亦深表感激。话音才落，悉达多竟面对祥光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。他说：第3位功臣便是祥光婶婶，是祥光婶婶引领我打开了气绝的大门，若非如此，恐怕觉悟与我还只是泡影。是祥光婶婶让我知道了这真实的世间是怎样的，不仅有欢乐幸福，还充斥着痛苦与悲伤，也多亏了她，我内心的疑团才能一一化解。祥光未曾想到悉达多竟会如此的感激自己，还将自己的地位与王后平起，这让他感到无比羞愧。多年恶行后的愧疚终于让他眼含泪水。悉达多随后离开王宫，欲前往静修林，却恰好遇到回到王宫的提婆达多。他还是如从前那般对悉达多充满憎恨和嫉妒。悉达多顾念亲情，出言开示提婆达多：嗔怒就像在掌心点火，我们总想把它丢给别人，可在此之前却会先烧了我们自己。悉达多留下此番劝慰便离开了，而提婆达多显然并未将悉达多的话听进去。夜里，祥光和胡范王在寝宫聊起白天之事。祥光因悉达多不计前嫌且感激自己的行为而忏悔自责，胡范王也有些动容，也想放弃从前的种种恶念，并劝说儿子收手。可提婆达多愤怒地表示，悉达多果然如摩羯陀王储所说的那般，最擅长蛊惑人心。提婆达多向父母说出了自己阴险的计划，祥光和胡范王这时才知道，提婆达多已经暗中将自己的人马派往摩羯陀，供摩羯陀王储驱使，目标便是为了弑父谋位。而另一边的摩羯陀王其实早已知晓了儿子的阴谋，他提前安顿好婆离，让婆离带着他们的孩子赶紧离开这里。婆离哭着要摩羯陀王和他们一起走，可他却表示自己需要担负起一个国王的责任。摩羯陀王选择独自面对这一切，然后阿都氏把自己的父亲拿下，将其关押至大牢，甚至想将自己的亲生父亲活活饿死。与此同时，悉达多已经开始在净饭王为他准备的静修林修行。耶输陀罗一大早跑来见自己的丈夫，请求让自己成为比丘，她渴望自己的身与心都与丈夫在一起。没想到悉达多断然拒绝，
只说时机尚未来临。至于原因，等到了那边，他再告知于耶输陀罗。恰在此时，几位王子也来到了静修林，他们被这里的氛围所感染。难陀竟说自己也想要成为比丘。悉达多心知难陀性子尚未稳定，只是一时的兴起。他劝说国王，不如让难陀先做1个月的比丘。若是难陀能随自己在林中修行，便可更为直观地了解比丘的生活，也好在深思熟虑之后决定究竟是否要真正成为比丘。国王同意了悉达多的请求，可当国王再次来到静修林时，却意外地发现成为比丘的不只是难陀，还有自己的孙子罗侯罗。罗侯罗很崇敬自己的父亲，便也请求成为比丘。悉达多依旧同意了，并亲自为罗侯罗剃度。可国王再也无法忍耐，他愤怒地指责悉达多自私的行径，直言他从不为父母考虑，不为迦毗罗卫考虑。怒火过后，国王平静下来，与悉达多交谈。他希望悉达多以后在遇到孩童想成为比丘的请求时，必须要先征得对方父母的同意。可悉达多却说，父亲罗侯罗坚持加入僧团时，我作为父亲未有丝毫犹豫。国王立刻反驳，悉达多同意那是因为他自己先选择了这条路。悉达多回答道，这条路上只有2种错误，第一，半途而废，第二，从未开始。罗侯罗已经迈出了第1步，我的道并非众学，亦非言律，我的道即自我觉知，自我感受。国王疑惑地问道，那你的觉知和我们相比有什么不同呢？悉达多说，我已经醒来，见证了生命的奇观，与众生和谐相处，眼中是世间的种种色彩，我内心无欲亦无恐惧，我寻到一条将生命从诸苦中解脱的道路，我领悟的道理怎么能不将其授予我的家人呢？如果罗侯罗和难陀也能走上这条路并付诸实践，那无上真理也将为他们所得，而这真理便是我的遗物，我会毫无保留地授予众生。悉达多的话语终于打消了国王的顾虑，并令其深深折服。第2日，国王邀请悉达多来到释迦朝堂为众人说法。其中一人问道，从你的身上我们要如何学习政论与国家治理之道呢？悉达多却说，国家不需要治理，这让在场的众人都疑惑不已。他表示，诸位作为统治者，必须懂得控制自己的情感，唤醒内心的友爱、父爱和兄弟之爱，因业力轮转，坐上一国主位，更要尽自己之心力，为民众拭去泪水，治疗开解他们的忧愁。他们身为家中为人父时，也做着同样的事，可为何身为统治者时便不能升起父爱？这是因为他们将自己和百姓视为君臣，所以作为君王，他们会有这种疑问；可作为父亲，他们不会有这样的疑问。悉达多的话令在场所有人叹服，他们渴望悉达多成为释迦族的国王，这样一来便能永保释迦一族的昌盛，迦毗罗卫也能在悉达多的治理下让百姓安乐幸福。胡范王父子这时坐不住了，净饭王宣布要将王位传于悉达多，可却被悉达多拒绝了。他告诉众人，若他留下，那么只有迦毗罗卫的百姓是安居乐业的；可若他行走于天地，将自己的真理教授给那些转轮圣王，指导他们依旧真理之法治理国家，那普天之下的人民都能得到解脱，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因为佛陀是属于全人类的，悉达多的伟大和无私感染了每一个人，他们情不自禁地高呼佛陀之名。提婆达多正在教自己的王弟阿难练剑，阿难进步飞快，很快就战胜了王兄。提婆达多将自己的宝剑赠予他作为奖励，可这时2位王兄走了过来，直言自己想成为比丘，跟随佛陀，还向阿难也发出了邀请。提婆达多吓得连忙制止，可没想到就连阿难也为佛陀的人格魅力所折服，希望能跟随佛陀学习真理。他们做了一尊佛陀的塑像，献给国王和自己的父母，并说出自己想成为比丘的心愿。3位王子的父母自然是不同意的，并言辞激烈的反对。国王叹息过后，劝说王子的父亲，让孩子自由地决定自己的道路，即便你们今日阻止了，可未来的那一天，他们仍会义无反顾地离开。听了净饭王的话，他们最终还是同意了。提婆达多来到摩羯陀国，参加阿都氏的加冕仪式。仪式的最后一步是请求父母赐福，但他的父亲已经被他关押至大牢，而他的母亲因憎恨儿子大逆不道的行
为，声称要和他断绝母子关系。最后，阿都氏恨恨地说自己不需要任何人的赐福，如今他真正成为了孤家寡人。王后悄悄来到大牢，为摩羯陀王送来食物。她在丈夫面前出言诅咒自己的儿子，却被丈夫阻止。摩羯陀王即便是到了这个时候，也未曾怨恨过任何人，反而对王后忏悔自己不是个好丈夫、好父亲。当年阿都氏刚出生时就被相命师预言此子不祥，必定会反叛，所以才会导致父子俩从小关系就不好。提婆达多因厌恶悉达多，欲对其除之而后快，便鼓动阿都氏先将悉达多这个罪魁祸首除掉。可阿都氏却忌惮悉达多在摩羯陀国的声望，不敢轻易动手。他担心那些跟随父亲的大臣会借机反对自己。提婆达多站起身来表示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帮你把这个摩羯陀王除掉。那么接下来摩羯陀王的命运会如何呢？提婆达多又会对佛陀使出怎样阴险的手段呢？